好，今日講呢一課咧叫做匯率國際收支平衡表。咁呢課難嘅地方就係話咧，我哋匯率好少接觸咯，同埋啲數字咧可能唔係太識睇嘅。舉個例子，好啦，假設嘅數字係咁樣轉變嘅，1美元對港幣7個8啦，去到1美元對港幣9，咁即係升值定貶值咧？咁我哋話當1美元其實係一個貨物咯，佢賣緊港幣7個8，咁依家咧同一個貨物叫1美元咧，依家賣9蚊，即係話咧我哋話美元貴咗啦，跟唔跟到啊？咁但係要注意匯率嘅地方就係話咧係相對嘅，美元升咗值，即係話咧你要用更加多嘅港幣先至買翻1美金，咁我哋話咧其實係港幣貶值啦，同時，所以第一個概念我哋要清楚咧。匯率其實係相對嘅，一個外幣匯率升咗，即係我哋嘅匯率嘅貨幣咧跌咗啦。好啦，跟翻呢個古仔，咁美元升值進一步延伸有啲咩影響啊？我哋當有個美國貨叫做華盛頓蘋果啊，其實即係貴咗咯。以前賣緊7個8，依家咧因為升值嘅關係，即係加到9蚊啦，即係話美國貨貴咗。嚟多次，美元升值，我哋可以理解為美國貨貴咗，就係咁簡單。好啦，呢一課好多時咧會問翻你中四嗰啲概念噶，叫需求定律。好啦，美國貨貴咗，美國貨嘅需求量當然會下跌啦。好啦，由於美國貨係外國嘅貨物，我哋叫進口啦，即係話咧進口嘅數量會減少啦，因為貴咗啦嘛。需求定律，但係問題就嚟啦，咁進口嘅市值啊，即係話 P 乘 Q 兩個乘埋，係咪一定跌呢？咁又未必喎，即係問你一個升咗，一個跌咗，兩個乘埋係咪一定跌啦？唔係啦，所以佢會問翻你一個中四嘅概念，叫做價格需求價格彈性。如果數量跌嘅百分比多過價格升嘅百分比，咁進口值咧就會跌啦。咁呢個叫咩彈性啊？同學記唔記得？好啦，數量變動大啲，我哋話叫高彈性。咁相反啦，如果價格上升嘅百分比高啲，大過數量下跌嘅百分比咧，咁進口值咧反而會買多咗。好啦，價格變動百分比大啲，我哋有個名咧叫低彈性咯。所以結論，匯價升咗，我哋買少咗外國貨，但係我哋喺外國貨嘅消費總值就未必一定下降嘅，要視乎彈性，跟唔跟到啊？咁當然啦，現實生活咧，我哋從來未見過咧美元會升到9蚊嘅。點解啊？因為我哋有個制度叫做聯繫匯率制度。咁咩叫聯繫匯率制度咧？即係話純粹係單方面嘅啫，香港主動掛鈎。美國完全唔理你嘅。咁點樣做到嘅匯價穩定喺1對7個8呢？咁就係話當匯價偏離咗一個範圍嘅時候呢，金管局就會主動出手干預啦。舉個例子，如果美元跌到去1對7.75嘅話呢，咁金管局呢就會主動做嘢噶啦。依家美元跌，咁有咩辦法令佢升翻啊？我哋買美元咯。嚟多次，應該係金管局主動買美元。咁再講多次啊，匯率係相對嘅，買美元用咩買啊？係用港元去買。咁美元少咗，港元多咗喺市場上面，咁就會拉翻去7個8咯。同樣道理啦，如果市場而家又偏離咗，去到1對7.85，咁頭先講咗啦，即係美元升咗啦。咁點樣執翻低佢啊？好啦，美元升咗，我咪抌翻啲美元出嚟咯，執翻低佢咯。咁同一時間咧，係買翻啲港元，應該係兌換嘅。好啦，經過金管局操作之後咧，最後咧又會去翻7個8嘅。簡單嚟講，當市場嘅兌換價偏離7個8，舉個例子，去到7.75或者7.85嘅時候咧，金管局咧就會開始干預同埋操作噶啦。透過買賣美元嘅方法去穩定翻
拉翻去7.8嘅，咁就叫做聯繫匯率。咁經過咁嘅操作之下，其實港元咪即係等於美元咯。咁至於點解咁樣做，嗰啲歷史背景唔講啦，因為其實匯價穩定咧，其實方便咧同美國做生意嘅，我哋少咗個風險。因為當年80年代咧，美國係主要同香港嘅貿易夥伴咯，咁所以淨係同美元掛鈎嘅啫，其他貨幣咧都係浮動匯價嘅，浮動匯率。好啦，我哋睇睇 past paper 啦，第一題。好啦，歐元匯率有以下嘅改變，咁會發生以下嘅邊一種現象？首先希望同學睇到啦，歐元嘅匯價係跌咗嘅，1.17跌到1.10，咁即係咩意思啊？對美國人嚟講咧，歐洲貨平咗啦。好啦，歐洲貨平咗，需求定律，買多咗歐洲貨，甚至咧佢嘅服務，舉個例子，例如去歐洲玩，咁就正正係香港近年嘅現象啊，就係話日元咧跌得好犀利，所以香港人咧好開心，因為咧日元跌咧，即係話日本貨啊，去日本玩啊，全部都平咗啦。咁即係好多美國人咧會去歐洲玩啦，旅遊之類啦，因為歐元跌咗，即係歐洲貨物同服務都平咗。但係你永遠記住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話匯率其實係相對嘅。你少少美元就換到多多嘅歐元，調翻轉人哋咪要多多嘅歐元先換翻你少少嘅美元咯。咁即係美元其實係貴咗嘅。咁即係話咧，歐洲人咧會買少咗美國貨啦，甚至咧歐洲人咧去少咗美國玩啦。咁以下邊項係講緊呢個情況啊？答案就係 A 咯。嚟多次，美元升咗，即係美國嘅貨物同服務貴咗，咁當然咧就唔會，歐洲人就少咗或者唔會去美國玩啦，所以到訪美國嘅歐洲人下降啦。但係歐元跌咗，歐洲貨物變得吸引平咗咯，所以咧就會買多咗歐洲貨，所以歐洲出口至美國物品數量咧應該係上升嘅，就唔係下降咯，所以係錯嘅。至於第3同第4個，我頭先解釋咗啦，一個升一個跌，一個升一個跌咧，我哋係唔知乘埋嘅總值嘅，所以係不確定，要睇彈性。所以最後嘅答案咧就係 A 啦。跟住我哋睇睇下一題。頭先講過啦，呢課難嘅地方咧就係話平時我哋真係好少接觸啊，做一啲兌換嘅時候咧，我哋都唔係好熟咯。咁你見到個問題咧，全部都係用港幣計算噶，所以我哋就要計算咧，佢1年前用咗幾多港幣，同埋1年後攞翻幾多港幣，咁先計到咧究竟係賺定係蝕嘅。咁第一步就要計算啦，年初嘅時候究竟30萬人民幣佢用咗幾多港幣去兌換呢？咁你心中要有個概念咯，其實人民幣係高過港幣噶，即係1蚊港幣換唔到1蚊人民幣噶。咁換句話講咧，你要換30萬嘅人民幣咧，你係需要用超過30萬嘅港幣嘅。所以計算嘅方法應該係30萬除 0.902， 你係需要用332594嘅港幣去兌換30萬嘅人民幣。好啦，1年之後連本帶利，你應該攞得翻302400人民幣。咁最後你需要將呢一筆轉翻做港幣咧，先至比較翻同我最初嗰陣時增加定減少。咁你要心中有數咯，人民幣變翻做港幣咧，應該會多啲嘅。所以我哋係除 0.923 搵到1年之後咧，你攞翻港幣327627，咁兩個相差咧，我哋係計到咧損失咗4967，所以答案係 A 啦。好啦，我哋睇一睇下一題嘅公開試題目。我哋發覺好多時咧，個匯價改變令到啲嘢平咗貴咗咧，會聯絡中四嘅彈性嘅，嚟咁樣問嘅，即係問價格數量嘅改變同彈性點樣影響總收入。咁呢題另外考慮嘅嘢就係嗰個聯繫匯率制度啦，因為喺聯繫匯率底下咧，其實美元即係港元，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即係人民幣對港元都會貶值。
好啦，咁人民幣貶值，咁有頭先講過啦，有咩影響啊？即係國內嘅貨物同服務平咗咯。咁呢度淨係問高鐵嘅服務咯。好啦，咁我哋假設一張高鐵車票咧，以前賣人民幣100蚊嘅，咁兌翻個匯價咧，即係港幣120。咁而家人民幣貶值，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人民幣跌到落100蚊就買到啦。即係人民幣依家唔值120啦，只係值100嘅啫，咁視為貶值。咁即係以港元計算咧，一張車票咧，其實佢價格跌咗。咁車票平咗，我哋買多咗車票，就咁睇咧，我哋嘅收入咧應該係不確定嘅。咁但係今次題目講話個收入咧要上升啦嘛，換句話講即係我哋咧數量嘅增幅要多啲，因為數量增加咧會令到收入上升，車票下降咧，價格下降咧會令到收入減少。咁所以數量增加嘅百分比咧高啲嘅話咧，咁收入咧就會上升啦。咁同學仲記唔記得數量增加嘅百分比大啲，呢個係咩彈性啊？冇錯啦，呢個就係高彈性。咁所以文字嘅解釋咧，我哋用翻呢啲咁嘅分析咯。車票價格下跌百分比少於車票數量上升百分比。所以車票總收入會上升，這表示車票屬於高彈性需求。咁文字嘅部分咧都接近5分噶啦，咁剩翻個3分咧，你畫埋個圖咯。好啦，高彈性需求減價，數量增加得多啲，總收入上升。同學仲記唔記得點畫啦？好啦，表達高彈性，我哋咧直線嘅需求上面咧，我哋要畫高啲。好啦，原本嘅價格，原本嘅數量，咁依家人民幣貶值，即係話咧車票嘅價格跌咗，即係話你唔使咁多嘅港幣咧，已經買翻同樣嘅車票啦。咁畫埋嘅箭嘴咧，你更清楚增加啦，邊個部分係收入嘅下降，邊部分係收入嘅增加。好啦，箭嘴下跌嘅部分即係收入下降啦。好啦，箭嘴向出嘅部分即係收入增加啦。咁就攞晒啲8分啦。好，跟住想講一個概念啦，叫做國際收支平衡表。咁顧名思義啦，國際咧即係對外嘅，例如對美國咁樣啦。咁相反啦，如果我喺本地消費，例如我去長洲租酒店，咁呢個咧就唔會入落國際收支度啦，因為係本地嘅。咁第二個概念啦就叫做收支。都好易理解啫，即係話咧收入同支出咯。由於係對外嘅，所以我哋講緊咧嗰一年咧收咗幾多美金，同埋咧俾幾多美金出去。咁作為一個會計概念咧，我哋收入同支出咧會入落2個賬目度嘅，分別叫做經常賬同埋資本及金融賬。經常賬簡稱 CA 啦，因為英文叫 Current Account。資本及金融賬咧簡稱 KA，因為叫做 Capital Account。都係純粹一個會計嘅概念，都係收入同支出噶啦。咁我哋嗰筆數會入落邊一個賬度嘅啫。好啦，咁點解無端端會收美金或者俾美金呢？有4個可能性啦，就會入落經常賬嘅。第一個就係買美國貨啦。咁呢度要留意咧，出口咧其實係一個收入嚟嘅，因為所謂嘅收支係講緊收咗幾多外幣。咁你賣嘢俾美國人咧，你係收美金嘅，所以出口有一個收入。咁相反啦，入口就有一個支出啦。你買美國貨需要俾美金咯，所以美金係流走咗嘅，離開咗嘅，係一個支出。咁第二個原因，一個服務啦，例如你去美國加州迪士尼玩，咁你咪要俾美金咯，咪有個支出咯。呢個係屬於服務嘅旅遊業。咁相反啦，美國人嚟香港嘅海洋公園玩，我哋有服務嘅出口啦，賺咗美金啦。第3項就唔係講緊買賣一啲物品啦，就係話咧，例如你喺美國打工賺錢，匯翻嚟香港將美金，咁呢個咧我哋會入落要素收益嘅。咁最後一種咧就係純粹收錢，但係咧佢唔係買任何嘅嘢。
點解無端端會收到一啲美金呢？舉個例子，大吉利是啦，例如香港發生地震咁樣，咁就接受美國嘅捐款啦。咁呢一筆捐款呢，我哋就會入落經常轉移嘅。咁通常係指一啲外國嘅捐款啦，經常轉移嘅話。咁呢四種收入同支出呢，我哋就會入落經常賬度嘅。咁有收入有支出啦，咁一年埋單呢，如果收多咗就叫盈餘啦，俾多咗就叫支出啦，咁啱打和呢就叫平衡咯。好啦，仲有咩情況底下會收到美金或者俾美金出去噶？咁可能就會涉及一啲資產嘅買賣啦。咁我哋會入落呢一個叫資本及金融賬嘅。舉個例子，例如你去買美國嘅樓，咁你咪要攞美金出去咯，咁咪有資金嘅流出咯。好啦，你買美國嘅股票，咁嗰邊亦都係收美金噶啦，亦都有美金嘅流出啦。咁同學唔好搞錯啊，所謂嘅買股票呢，你唔係呢買一張紙翻嚟，其實你係買緊一間公司嘅擁有權。換句話講呢，你真係買緊一個資產。咁總括嚟講呢，資本及金融賬呢都係記錄一啲外匯嘅流入同埋流出，係買賣一啲資產嘅。而經常賬呢就係一啲比較流動性高啲嘅嘢啦，例如貨物、服務或者一啲純粹嘅資金嘅轉移啦。好啦，第三個概念比較難明啲嘅，我哋話呢一個會計學嗰個叫埋數嘅概念啊。例如第一年你收咗100蚊美金，全年合計啦，支出呢就係80蚊美金。好啦，多出嚟嗰20蚊呢，我哋叫做一個國際收支嘅盈餘，或者有第二個名啦，叫順差啦。咁同學留意啦，國際收支呢係記錄咗已經發生嘅事。嗰年呢，你真係收多咗20蚊美金，呢20蚊美金其實會去咗邊啊？其實我哋話咧，呢個國家或者呢個地方呢，嗰一年嘅外匯儲備呢係增加咗20蚊嘅。咁我哋就會將多出嗰20蚊呢埋咗數，就變翻做0。咁嗰年呢就叫做完結噶啦。而到第二年呢就重新計過，明唔明白啦？好啦，如是者第二年啦，我哋收入90蚊美金，支出咗100蚊美金，我哋話呢，用突咗嗰10蚊呢就叫做赤字，或者又有第二個名叫逆差啦。咁我講過啦，國際收支係記錄已經發生咗嘅事，嗰一年埋數呢已經用突咗10蚊啦。咁我想問，已經用突咗嗰10蚊其實係邊度嚟噶？咁其實係暗示嗰個國家嘅外匯儲備呢就少咗20蚊美金。咁根據會計學嘅做法呢，我哋計埋啲20蚊美金呢，最後又會歸翻0嘅。咁嗰年就已經完結咗噶啦，又第3年又重新開始啦。所以同學唔好搞錯，雖然會計學上最後所有嘢都會清零，但係唔代表嗰個國家冇問題。如果嗰個國家年年都係赤字嘅話呢，其實暗示呢外匯儲備會不斷咁減少嘅。當外匯儲備跌到去0嘅話呢，即係暗示呢我哋買唔到任何嘅美國嘅嘢噶啦。所謂變翻0，其實只不過一個會計學嘅概念嘅啫。咁呢樣嘢唔好搞錯啦。好啦，我哋又睇一睇啲歷屆題目啦，睇下同學識唔識做。我哋先睇第一題選擇題先。23年44嘅題目，以下邊一項係計落經常賬嘅差額度？我哋話呢，哇，買一座200億，買一座購物中心呢，其實係一個資本及金融賬嚟嘅，簡稱 KA Capital Account， 就唔係經常賬啦。跟唔跟到？仲記唔記得經常賬得嗰4類啊？買賣貨物服務啦，貨物啦，服務啦，賺咗啲錢匯翻嚟啦，同埋一啲無償嘅轉移啦，一啲捐款咁樣啦，例如。咁第二 B 亦都唔啱嘅，因為日本居民買日本公司嘅機票，我哋話純粹一啲本地嘅交易，但係國際收支呢，其實係講緊對外嘅收入同支出。好，C 投資債券所收到嘅利息，我哋話係啱嘅。
嗱，唔好搞錯啊！雖然話買股票或者買債券本身嗰個本金個投資咧就係資本同埋金融賬，但係間公司派咗啲利息或者股息咧，我哋咧其實係屬於要素收益嚟嘅，所以應該係屬於經常賬嘅第三項。好啦，D，買公司嘅股票，即係買緊公司嘅擁有權，德國即係外國啦，咁屬於買賣資產嘅，呢個屬於資本同金融賬，係 KA， 所以答案咧應該就係 C 啦。好，下一題都比較難少少，因為有啲圖形嘅表達。咁我哋知道啦，出口咧其實係一個收入嚟嘅，而入口咧就係啲對外嘅支出啦。咁而收入大過支出咧，我哋有個名嘅就叫做順差。咁符合第一個條件，進口價值即係話虛線咧上升咧，我哋睇到咧應該係18年至到21年嗰一段啦，第一個條件。但係要符合第二個條件咧，順差會上升，即係正同負嘅相差要不斷咁樣增加。我哋話18年到20年係唔符合嘅，因為你睇到中間正同負嘅距離咧係收窄緊，而直至20年之後咧，正同負嘅相差即係個順差咧先至上升緊，所以正確嘅答案咧應該就係 C 啦。好啦，跟住睇下一題問答題嘅。好啦，講緊美國嘅數據，咁你睇到咧，美國買貨物同服務咧都使好多錢啊，咁導致咧美國喺貨物同服務方面咧都出現赤字嘅。咁我想問，代唔代表經常賬出現赤字啊？咁其實呢題真係問緊你，經常賬其實係由咩組成嘅？好啦，問下你，經常賬嘅其中兩個 item 出現赤字，代唔代表成大嚿嘢出現赤字啊？當然唔得啦，因為可能呢兩嚿賺好多咧。好啦，咁我唔寫，考下同學啦，睇下記唔記得剩翻嗰兩個係咩名？咁最後挑戰題，就算經常賬出現赤字，代唔代表國際收支出現赤字咧？答案唔代表，點解啊？因為成個國際收支仲要包埋資本金融賬啊嘛。呢個就係正正美國嘅情況啦。美國人呢好肯消費嘅，買咗好多貨物同服務，即係向世界其他國家。但係佢哋唔會使突，點解啊？因為美國高科技嘅國家嘛，好多人呢喺美國投資，所以美國呢喺呢一個部分呢係賺咗好多錢嘅。所以呢邊賺得翻呢，呢邊大使啲呢係唔緊要嘅，明唔明白？